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明天就是北方的小年儿，小年一过，又该到了蒸年馍的时候。因为做过年的馒头量比较大，所以面团也会比较多。很多朋友在面多的时候，馒头总会出现问题，包括塌陷、回缩或者是完全死掉。接下来就分享几个重要的技巧，让大家做馒头更容易一点。首先第一点，因为咱们和面的量比较大，在这时候咱们酵母的使用量就要减少，从开始的每斤5克降到每斤2克，白糖每斤15克降到每斤5克，水的用量还是保持不变，面粉的1半多一点。然后化开酵母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所有的全部化开，不要让它有块。接着咱们和面开窝，大家要注意，千万不要露出盆底，这样它就不会粘得到处都是。然后咱们倒入水之后，在和面的时候，用手去推面，让面去推水。这样操作呢，咱们面比较多的时候，和面也能和得更匀，不会出现酵母扎堆儿或者是和不开的情况。另外大家还要注意，咱们把面和成团之后，揉面的时候一定要揉匀，因为面量比较大，里面很容易夹杂面块，一定要把里面的面块彻底揉匀揉光，不准有任何的干粉存在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蒸好的馒头里面就不会有面疙瘩，咱们吃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口感。和好面之后，咱们进行一次发酵的时候要注意，发面的环境温度不要太高，一般30度到35度就可以。这个温度咱们发面的状态就比较好控制。如果说温度太高，发面太快，咱们手工揉面根本揉不透，就容易出现塌陷。发酵好的面团状态，咱们之前说过 1.5 倍大就刚好，因为咱们没有机器，手工揉面还是发的不要太旺，这样你更容易做。发好的面团状态，大家可以轻轻的点一下，如果这个窝不会回进去就是 OK 的。另外咱们也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蜂窝，如果说蜂窝够细腻，不会有过大的孔，这个状态就是比较可以的。咱们也可以闻一下发好的面，如果酵母的味儿特别刺鼻，就说明发得太旺。正常的发面咱们闻着是面香味儿，而不是酵母味儿。朋友们，重点来了，一次发酵过后，揉面排气这一步对于馒头最终的效果影响特别大。如果咱们揉面揉不匀，里面的气没有排空，咱们蒸出来的馒头100%会出现个别烫死完全不发的情况。尤其是咱们和面偏软的时候，如果说揉面揉不匀，它出现的问题的几率就更高。揉好面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状态，如果说咱们揉好面之后，里面的气孔比较匀很小，这个就是 OK 的。咱们手工揉面呢，揉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使用机器，咱们把它压在里面，没有这样的气孔也是可以的。另外还有朋友在揉面的时候总是感觉揉不光，其实咱们中间把面揉光之后，可以直接把它压扁，然后把两边折到中间这个位置，咱们直接搓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保证上面是光的就 OK。 这一步操作完成之后，咱们可以切开看一下里面，只要里面没有个别大的气孔，这就说明咱们之前揉面的方式是 OK 的。接着是揉馒头，揉馒头大家要知道，咱们每一次折叠都是把边缘的面往中间集中，所有的纹路都集中在底部，另一面保持光滑就 OK。 另外很多朋友揉面揉不光，其实就是每一次的折叠过大，把每一次的纹路都露在外面，所以越揉越不光。揉的时候咱们只需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让纹路跑到另一个光面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咱们揉馒头呢，表面就会比较光，不会出现那种纹路。只要手法用的对，咱们做出来的馒头就像画面中这样，表面光，底部平。另外大家还要注意，因为馒头量比较大，所以说每次揉面团的时候尽量少揉一点，分开去揉，这样咱们制作馒头效果就会比较好。一次性揉面太多，里面夹杂气孔的几率更高，咱们做出来的馒头呢就不光。接下来是2次发酵要注意的地方，咱们放到温水锅里面发面呢，这个温度呢尽量在35度以内。如果水温太高，里面的湿度就会更高，咱们发出来之后面醒的特别松，就变得很扁，表面很湿，蒸出来的形状就不好看。另外咱们之前说过，2次发酵千万不要让它发得过于饱满，稍微欠缺一点点，然后咱们上锅蒸呢，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，它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好更圆满。如果直接发到位，因为锅里面的温度比较高，所以呢促进2次发酵，它就很容易发过，蒸好的馒头呢过于膨胀，
松软度更软，然后口感呢就变差了。最后咱们蒸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好这个火力，因为咱们发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欠缺，所以开始千万不要让水太沸腾，先用中小火开始烧，让它蒸汽上足之后，咱们再改成大火。大火持续的时间，直到咱们能闻到飘出来的馒头香味儿，这时候再改中小火。这样蒸馒头比直接用大火蒸馒头做出来的效果更好。蒸馒头只要记好咱们上面说的这些点，在家里面蒸馒头也能蒸得比较光滑、蓬松、白亮，而且又好吃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